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楚风与白若晨便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苍明药园。这一次，二人的收获真的很大。不过他们离开苍明药园后，却并没有各自返回各自的住处，而是再度来到了任务广场。他们来到任务广场，不仅仅是为了归还任务令牌，同时也要将手中的苍明药草处理一下。楚风开启那道门，虽然用了10万颗种子，但是那10万颗种子都是从那苍明药海取得的，并没有动用自己采摘的苍明药草。也就是说，楚风与白若晨手中的苍明药草还都是完好无损的，是能够兑换功德点的。白若晨的手上有1000多颗苍明药草，而楚风手上的就更多了，那可是3000余颗苍明药草。虽然只是狼级任务，但是如此庞大的完成量，获得的功德点也是不容小觑的。这不是若晨师妹吗？真巧，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你怎么还和这个南陵的废物在一起？就不怕被他拉低了你的高度吗？可是就在楚风与白若晨刚刚来到一座狼级任务店的时候，一道尖酸刻薄的声音却突然响起。顺声望去，3名男子的身影出现在了楚风与白若晨的视线之内，并且正在向他们走来。这其中的2名男子已是年过中年，修为却不弱，进阶是5品武王的修为。至于中间那名男子，楚风与白若晨更是不陌生，这名男子便是袁清。只不过这袁清此刻的手臂上却并没有带着身心部的袖标，而是与他身旁的2个男子一样，带着一个问天部的袖标。这说明了一个问题，袁清并没有加入身心部，而是加入了一个其他分部。至于这个问天部，楚风也曾听白若晨说起过，这乃是青木山目前为止青木山最强的分部。看到这个袖标，楚风就什么都明白了。身心部不可能不希望袁清加入，但袁清如今声名大噪，显然收到了不少强大分部的邀请。至于这最后的结果，也是非常清楚了。袁清为了自己的前途，并没有选择加入身心部，而是选择了青木山的最强分部问天部。有事吗？白若晨冷冷地扫了袁清一眼，淡淡地问道。找若晨师妹，当然是有事，我是想邀请你加入我们问天。袁清一脸殷勤的便要开口，可是话说了一半，却突然注意到了白若晨手臂上的修罗部袖标。这一刻，他顿时一愣，无比吃惊地说道：若晨师妹，你已经加入分部了，难道你自己不会看？白若晨冷冷开口，显得很不耐烦。修罗部，这是谁的分部？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见状，袁清赶忙向旁边的2名男子问道：修罗部，我们也从未听过呀。那2名男子皆是摇了摇头，不用想了，这修罗部是一个新建的分部，据我所知，刚刚成立不到4天。就在这时，楚风开口说道：4天？这分部是谁创立的？袁清问道。我创立的，怎么了？有意见？楚风问道。什么？你创建的分部？哈哈，真是可笑，真是笑死我了！你这样一个废物，居然也敢创建分部，真是不知死活！听得此话，袁清顿时疯狂大笑，其中的讽刺之意不言而喻。而与此同时，他身旁的2名问天部成员也是跟着大笑起来，就连走过的路人此刻听到2人的对话后，也是忍不住驻足细听，并且此刻也是捧腹大笑，笑得前俯后仰，那叫一个开心。毕竟楚风的修为摆在这里，1品武王，也许以楚风的年纪来看并不弱，但是想要做一个分部的当家人，那可就太弱了一点。这样的分部根本就是无法生存的，因为会有不计其数的分部前去踢场，而等待他的也只有接连的失败。当名誉扫地之后，不会有人加入这样的分部，所以在众人的眼中，楚风所创建的修罗部命运只有一个，那便是死亡。毕竟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他们可不觉得楚风就会成为一个例外。废物！然而对于众人的嘲讽，楚风却是不以为然，而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随后看向袁清道：袁清，咱们2个究竟谁是废物？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你这是什么意思？听得此话，袁清则是一愣，竟然莫名的有些心虚了，尤其是在楚风目光的注视之下，他更是有些发慌。之前的自信与自负，竟在此刻被瓦解。突然想起，无论是远古仙针还是夺得帅旗，实际上都并非是他所做的，他如今持有的只是外表光鲜的虚名而已。至于楚风，虽然现在他并不将楚风放在眼中，可是那也只是依仗如今的比楚风高而已。他不会忘记当初在远古仙池之中，他的速度可是远不及楚风的。最主要的是，他突然想起楚风潜入了他所无法踏入的远古仙池最深处，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为什么敢问我谁更废物？莫非触发远古仙针的人是他？突然袁清想到了一种可能，但是这种可能却让他感觉自己背脊发凉，不寒而栗。因为假如触发远古仙针的真的是楚风，那么与楚风早已势如水火的他，岂不是要大祸临头了？毕竟若真的是楚风触发的远古仙针，那他就一定是有真材实料的才对。可他并没有啊！谁是废物？这还用问吗？就凭你也配与我元清师弟相比？就是我元清师弟是谁？那可是触发过远古仙针，夺得过帅旗的绝世奇才，而你算个什么东西？不过就在元清内心发慌之际，他身旁的2名问天部成员却突然开口讽刺起楚风。而他们此话一出之后，旁边的围观者也是不由轰然大笑起来。的确，元清的大名早已盛传，是被公认的天才，是被认为不久的将来将要进入青木继承榜的妖孽。而楚风这是谁？根本没有听说过。所以当楚风问元清他俩谁是废物，这自然成了人们眼中的一个大笑话。对，不可能，一定是我想多了。假如触发远古仙针的是他，那他为何不承认是他？为何不在当初揭穿我？难道他不知道激发远古仙针将要得到的名声和好处？隐瞒不说，将功劳拱手让人，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除非他是傻子，否则应该早就承认了才对。总之，现在所有人都觉得触发远古仙针的事
我就是人们心中的英雄，这楚风根本无法与我相提并论。在众人那种看不起楚风的反应下，袁清再度找回了自信，再度觉得他就是绝世奇才，无人能与他相比。于是他看向楚风的目光再度变得轻蔑起来，冷冷的道：远古仙池，当然记得，被我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最终还迷失了方向，险些死在其中的南陵废物，那个人不就是你吗？楚风，楚风，原来他叫楚风吗？原来是青木南陵的弟子，难怪这么无知，哈哈，果然青木南陵是专门培养废物的地方。得知楚风的身份后，围观的人笑得更是大声，笑得更是讽刺，笑得更为彻底。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真的看不起青木南陵的弟子，而另一方面，他们是想借此讨好袁清，毕竟他们都觉得袁清是天才，甚至能够成为青木山未来领导者的存在。眼下既然有机会讨好袁清，自然要留下一个好印象。尽管讨好起到的效果可能微乎其微，但是他们还是愿意这样做。尤其是他们嘲讽的对象是青木南陵的弟子之后，就更是觉得理所应当了。而事实上，他们这样对楚风进行讽刺，也的确得到了袁清的好感。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这样做不仅得到了袁清的好感，还提升了袁清的自信度。最重要的是，也在将袁清推向那即将到来的火坑。而对于袁清的反应和态度，楚风似乎早有预料，所以他一点也不生气，只是在心中冷笑：谁敢再笑，我就撕烂他的嘴。然而就在这时，白若尘却看不下去了，他不仅高喝一声，更是散发出了自己的威压。那威压异常凶猛，竟化作有形的飓风，飓风席卷开来，武王境以下的直接被吹翻在地，武王境以上的也是倒退数步。就连袁清以及他身旁的2位5品武王也顿时面容大变。虽然白若尘只是3品武王的修为，但是他的真正实力可是唯有6品武王才能抗衡的。说句不好听的，哪怕是此刻袁清身旁的2位问天部成员，也不是白若尘的对手。这个丫头竟然这么强，太厉害了！为何之前一直未曾听说过她的大名？看来又有一个妖孽出世了。白若尘的威压不仅震慑到了围观的人，让他们全都闭上了大笑的嘴，就连距离很远的人也是注意到了这面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了过来。若尘师妹，想不到你不仅人漂亮，实力也是这么强。我不得不说，之前我还是低估了你。我真心希望你能够离开这个修罗部，因为这修罗部可以说毫无前途。加入我问天部吧，这里才是你的归属。袁清对白若尘说道。是啊，若尘师妹，只要你愿意加入我问天部，相信无论是什么样的条件，二当家的都会答应你。与此同时，2名问天部成员也是开始劝导。起初他们只是卖给袁清一个面子才来邀请白若尘，但是见识到白若尘的实力后，却发自内心的希望白若尘能够加入问天部。没兴趣。可是对于3人的诚心邀请，白若尘却是毅然拒绝，并且说话之间，他看向身后，冷声喝道：让开，不要挡住我交任务。看着那美貌无双却又面容冰冷的白若尘，围观之人不敢招惹，赶忙散开。而白若尘与楚风也终于得以走入那座狼藉任务殿。若尘师妹，你们该不会是做的狼藉任务吧？可就在2人刚刚走入狼藉任务殿之际，袁清竟再度追了进来。不行吗？白若尘问道。当然没什么不行，若尘师妹有这个自由。只是若尘师妹，狼藉任务虽然简单，但是获得的功德点也未免太少了。我还是希望你考虑一下加入我问天部，因为在问天部不仅能够发挥你的才能，诸位师兄也会给予你极大的帮助。就比如我今天刚在2位师兄的帮助下完成了一个虎级任务，领取到了100个功德点。虽然说以我自身的修为也是能够轻松完成虎级任务，但是不得不说，在2位师兄的帮助下完成虎级任务简直太轻松了。而再过些时日，问天部的各位师兄还准备带我去完成师级任务，并且为了鼓励我，任务完成后的所有功德点都归我所有。相比之下，你这狼级任务完成后的一个功德点也就未免太不值一提了，恐怕要做100次才能比得上我做的一个虎级任务。而这就是加入问天部与加入修罗部的区别。若尘师妹，为了你的前程，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袁清一脸得意地说道，说话之间还拿出了自己的身份令牌。而当他将自己的气息融入那令牌之后，平静的令牌竟然散发光芒，并且显示出了100的字样。这便是青木山弟子身份令牌的真正作用，不仅仅代表核心弟子的身份，更是累积功德点的工具。最主要的是，这个工具只能令牌持有者自己使用，而这样的设置可以很好的避免他人为了功德点而掠夺其他弟子身份令牌的事情发生。虎级任务100个功德点，很值得炫耀吗？然而对于袁清的炫耀，白若尘却是冷冷一笑，随后便走向了狼藉任务殿深处，将自己的任务令牌交给了接受任务的长老。采集幽冥药草，功德1点。接过任务令牌，那位长老淡淡的说道。而对于这样的情况，袁清等人则是讽刺一笑，脸上既有得意也有不屑。毕竟狼藉任务之所以会成为他们所看不起的任务，就是因为狼藉任务那区区1点的功德点实在太少了。请问长老，多少幽冥药草能够获得1个功德点？白若尘问道。10颗幽冥草便可获得1个功德点。长老回道。那么1000颗呢？突然白若尘将乾坤袋取出，而乾坤袋光芒闪烁之间，足足1000余颗幽冥草整齐地摆放在了那位长老的面前。而这一刻，在场之人，包括那位接受任务的长老，皆是目瞪口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苍冥药草？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是啊，看这个数量，起码有上千颗吧？那岂不是能够兑换到100点功德点？什么时候苍冥药草这么好采集了？看着那光芒闪烁、整整齐齐的苍冥药草，许多做过这个任务的弟子都是忍不住惊呼起来，因为他们可是非常清楚，
采集苍冥药草的难度有多高？虽然采集苍冥药草是狼级的低等任务，但是在一些弟子修为提高后，宁愿做暴级任务，也不会做这个任务。至于为何，那也非常简单。狼级任务的确简单，但采集苍冥药草绝对是狼级任务中最难的，尤其是对没有精神力的人来说，那简直是无法完成的噩梦。相对比之下，哪怕是一些暴级任务，也完全比采集苍冥药草要简单得多。可是此时此刻，这又是什么情况？竟然有人采集了1000颗苍冥药草，这需要耗费多久的时间？这需要在苍冥药园待上多少日子？如果不是得知白若晨刚刚进入青木山只有几天，他们绝对会怀疑白若晨是耗费数日时间才会有今日的收获。不过当得知白若晨应该只是在短短几日时间便采集了1000颗苍冥药草后，他们不得不对白若晨刮目相看，真心的觉得这是一个妖孽，是一个真正的天才。总共1128颗苍冥药草，应该奖励给你112点功德点，不过念在你采集这么多不容易，我就破例奖励你113点功德点吧。震惊之余，这位长老很是高兴，当场向白若晨的身份令牌之内输入了113点功德点。我的神啊，做个最简单的狼级任务竟然能够获得这么多功德点，若是做高级任务那还利奥德，太不可思议了。113点功德点，这不是比元清做的虎级任务奖励还要多？这一刻，人们再度议论纷纷，看着那闪烁在白若晨身份令牌上的数字，人们既羡慕又佩服。不过此时此刻，元清的脸色可就不太好看了。就在先前，他还当着众人的面对比狼级任务和虎级任务的优劣，还彰显自己做虎级任务所获得的好处，并且侧面的讽刺了白若晨所做的狼级任务。但是眼下，这又是他妈什么情况？白若晨做的狼级任务竟然比他完成的虎级任务获得的功德点还要高，这还让不让人活了？此时此刻，他真的感觉自己的脸颊火热，像是无形之中挨了几个大巴掌一样，根本就没脸见人了。长老，我也要交任务。而就在这时，楚风也是拿出自己的身份令牌以及任务令牌，递向了那位长老。完成了。那位长老淡淡的看了楚风一眼，很是平静的问道：完成了。楚风点了点头。见状，长老才接过楚风的身份令牌和任务令牌，并且直接向楚风的身份令牌内划入了1点功德点，随后又将身份令牌递给楚风，说道：把苍冥药草交上来吧。长老，1点功德点好像有点不够。楚风看着自己身份令牌上的1字，尴尬的说，等于笑道：1个不够，那你还想要几个？采集10颗苍冥药草只能得到1个功德点，你做任务的时候没有好好看看任务说明吗？然而听得楚风的话后，那位长老的反应却很是愤怒，竟当众训斥起楚风来。哈哈，真是不知好歹，果然有南陵弟子的风格，简直愚蠢到家了。就是做任务之前都不知道任务的规则，这种人活着简直是多余。不对，我看不像，我想他是在耍小聪明，看若尘师妹获得了那么多功德点，自己眼馋了，想要借着长老心情好，讨得点便宜。不过可惜，长老们向来严明公正，岂会无缘无故给他好处？莫非只因为他与若尘师妹是同一个分部，并且他是若尘师妹的当家人吗？人们总是喜欢看笑话，而楚风出身不好，修为不高，更是人们所笑话的焦点。此刻被长老怒斥，那笑话楚风的人就更多了。然而就在众人皆在嘲讽楚风之际，楚风却从容地将自己的乾坤袋取下，并且当一阵光芒闪过之际，密密麻麻的苍冥药草全部摆放在了这位长老的面前，数量之多，竟然远远胜过先前白若尘所交的苍冥药草。以目观测，至少是白若尘的3倍不止。这位长老，你确定只给我1个功德点吗？将自己的苍冥药草取出后，楚风笑着问道。而这一刻，莫说常人，就连那位长老也是目瞪口呆，显然被楚风吓了一跳。因为这个数量，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出，楚风采集的苍冥药草的确要比白若尘多不少啊。可是白若尘毕竟是天才，就算采集的苍冥药草有些不可思议，人们也总算还能接受。但是楚风就完全不同了，他可是青木南陵的弟子啊！青木南陵的弟子怎么可能这么逆天？而且还逆天到这种地步？怎么可能？这个家伙竟然不过，相比于他人，此刻最为吃惊的却要数元清。他从始至终就一直在羞辱楚风，因为楚风的出身和修为都远不如他，所以他羞辱楚风也是理所应当，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可是眼下这又是什么情况？楚风竟然也采集这么多苍冥药草，那岂不是说楚风所获得的功德点也要比他多？如果说白若尘获得的功德点比他多，他已是有些无法接受的话，那么若是楚风获得的功德点也比他多的话，他就真的是无法接受了。3497颗苍冥药草，理当奖励你349个功德点。不过你所采集的数量已经超出了以往完成任务的最好成绩，所以将要得到额外奖赏。额外奖赏100功德点，我就给你这令牌凑个整数吧。震惊之余，那位长老总算缓过神来，此刻他看向楚风的目光已经完全变了，没有了先前的轻视，甚至大放异彩，比看向白若尘的时候还要重视得多。那种目光叫做青睐，并且在他说话之间又拿回楚风的身份令牌，并且输入了新的数字。此时此刻，楚风的身份令牌上已经不再是1这个数字，而是450。虽然只是狼级任务，的确是最低级的任务，但是楚风却获得了450个功德点，这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刻殿内殿外鸦雀无声，先前那些嘲讽楚风、侮辱楚风的人全都闭上了嘴，并非是他们心甘情愿的闭上的嘴，而是楚风用自己的实力让他们闭上了嘴。他们所看不起的楚风，如今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情，那些人还好意思说什么？还敢说什么？再说不中听的话，那不就是打自己的脸吗？人家做个狼级任务，
都能获得这么多的功德点，并且还打破了以往的记录，这真的是叫他们感觉羞愧难当。别的不说，至少让他们去苍冥药园，在几天之内采集几千棵苍冥药草，这是他们绝对做不到的事情。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就根本无法与楚风相比，并且距离还是天差地别。不过，尽管被楚风的举动所惊呆，但他们却也没人夸赞楚风，毕竟先前他们已经嘲讽了楚风那么久，该结的仇怨已经结下。若是此刻再夸赞楚风，未免太见风使舵，尤其是在长老面前，他们更不能这么做，因为他们害怕被长老看不起。所以此刻的局面也只能是众人沉默不语，大殿寂静一片。真是看不出来，原来你也没想象中那么废物，至少这采集药草还是有一手的嘛。虎级任务不敢做，原来是狼级任务更加适合你。依我看，你不用做其他任务了，就去那苍冥药园采一辈子药草吧。如若不然，可以和长老商量商量，干脆别做弟子了，不如直接去做那守园人如何？反正你对采集药草这么有天赋，别浪费了你这个人才啊，对不对？可就在这时，袁清却再度阴阳怪气的开口了，因为他不甘心被楚风比下去，所以他决定颠倒是非，把楚风的优点说成缺点，让在场之人继续嘲笑楚风。采集药草也是一种本事，可以羡慕，可以嫉妒，但至于攻击人家吗？然而袁清的话语刚刚落下，一道老者的声音却突然自大殿的深处响起。与此同时，大殿深处那紧闭的大门也是缓缓开启，而当那大门打开后，走出数道身影。这些人皆是身穿金色长袍，并且年岁较大，显然都是青木山的核心长老。不过为首的那位却是有些不寻常。首先他穿的长袍就有所不同，虽然也是金袍，但是在他的胸前却刻写着一个药字。至于长相，这个长老个子不是很高，长得有点偏胖，虽然其貌不扬，可却偏偏有那么一股傲骨先锋的气质，并且这位老者给人的感觉就与众不同，修为更是深如海，厚如的难以捉摸，无法估量。拜见魏长老。而见到这位之后，很多弟子开始施以大礼，就连那位接收任务的长老也是赶忙施以大礼。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楚风等新人显然还没反应过来。虽然青木山注重礼节，但并不是说见到长老就要失礼的，唯有当家长老才是必须施礼叩拜的。可是楚风等新人根本就不知道哪些是当家长老。不过很显然，那位矮胖的白胡子老头应该是未当家长老，否则不会让众人这般紧张。起来吧，无需多礼，你们都记住，见到其他长老我不管，但是见到我魏某人不必施礼。还不待楚风等人施礼，那位魏长老便挥了挥手，示意众人起来。见状，众人赶忙起身，而那位接受任务的长老则是将装载着接近5000颗苍冥药草的乾坤袋送到了那魏长老的面前，说道：魏长老，刚刚收到了一些苍冥药草，您一同带回去吧，先前的事我都见到了。魏长老接过乾坤袋放入怀中，便走到了楚风与白若晨的面前，说道：你们两个娃娃资质很不错，有时间可以来我炼药部坐坐，多谢魏长老。见状，楚风与白若晨一同施礼道谢。分部不只是弟子的专属，青木山本身也有很多分部，比如刑罚部、炼药部、练兵部、武技部、玄功部等等，这些都是青木山的分部，并且都有当家人。只不过这些分部的当家人可不是寻常的长老，而是当家长老。身为弟子，可以加入弟子创建的分部，但同时也可以加入由当家长老镇守的分部。当然，加入由当家长老镇守的分部非常的难，必须得到当家长老的青睐和允许才可以。至今为止，能够加入这些分部的弟子屈指可数。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只要加入由当家长老镇守的分部，那么这个弟子的身份地位可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有当家长老撑腰，几乎没有人敢招惹这样的弟子，就连长老也要退避3分。这位魏长老提起了炼药部，再加上他那有些特殊的服饰标志，显然他应该是镇守炼药部的当家长老之一。虽然他只是说让楚风二人有时间去坐坐，还不代表邀请楚风二人加入他的炼药部，但是至少说明他很看好楚风与白若晨，如若不然绝对不会说这种话。所以这一刻，楚风二人虽然是高兴不已，那些围观的弟子可就是羡慕不已了。刚刚加入青木山，便得到了当家长老的青睐，在他们看来，这绝对是走了大运。都说不用施礼了，你们还这样不听话，记住，下次不要了。魏长老和善地冲着楚风二人一笑，随后便一甩衣袖，向外行去。魏长老，弟子先前所说之话，只是与楚风师弟开个玩笑，并不是攻击楚风师弟，更不是看不起采药之人。可就在魏长老经过袁清身旁的时候，袁清却是突然开口了。袁清是一个什么人？这是一个见利忘义却又善于展示自己的人。先前他讥讽楚风，遭到了魏长老的反驳，害怕在魏长老那里留下坏印象，所以赶忙解释。毕竟不管他现在名声有多利傲的，可仍旧还是弟子。若要真的得罪了一位当家长老，那日后在青木山的日子恐怕会很不好过。还想着日后风生水起的他，可不想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才不顾众人看法，当众辩解。你可是出自身心观的那个袁清。见状，魏长老停下步伐，看向了袁清，回魏长老，弟子正是出自身心观的袁清。袁清恭敬地回道：身心观待你不薄，你却入了问天部，年轻人做人不能忘本啊。魏长老说道。魏长老，袁清不敢忘本，身心观对袁清的栽培之恩，袁清始终铭记在心。只是听得此话，袁清顿时面容大变，赶忙解释：不必解释了，记住，祸从口出，做人可以锋芒毕露，但莫要仗势欺人，否则早晚是要吃大亏的。魏长老面色凝重地说道。魏长老，我……这一刻，袁清还想解释，可是魏长老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眨眼间便消失在了大殿之内。
显然已经离去了。而在魏长老离开之后，整个大殿寂静一片，除了楚风和白若晨，所有人的情绪都很复杂，尤其是那些先前讽刺楚风的围观者，此刻更是感到有些后悔，因为先前的一幕他们都看到了。魏长老很是看好楚风和白若晨，甚至邀请他们去炼药部做客。可是元清这位天才显然已经给魏长老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所以抛开修为天分不谈，只谈现在的人脉关系，似乎是楚风这位南陵弟子占据了上风啊。毕竟日后楚风若真的能得到魏长老庇护的话，那整个青木山还有谁敢动楚风？就算有能动楚风的人，那恐怕也是极少。而只要想到楚风日后可能得势，那他们这些今日羞辱楚风之人自然后怕不已，开始担心楚风是否会报复他们。若晨妹妹，我们走吧。对于众人心中的心思，楚风可并不在乎。在魏长老离开之后，楚风便与白若晨走出了这座狼藉任务殿。至于元清，当众被魏长老训斥，自然感觉脸上无光，所以也是尽快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不过不管如何，今日一个叫做楚风的南陵弟子做狼藉任务，获得了450个功德点的事迹，都注定将要传开。毕竟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件让人为之惊叹的事。虽然狼藉任务的确是最低级的任务，但是能够打破任务记录，并且获得超过虎级任务几倍奖励，这绝对不是寻常人能够做到的。哪怕是一些被誉为妖孽级的天才，也未必能做到。所以楚风之名注定要在这核心地带传播开来。楚风御空而行，正向自己的领地赶去。此刻他的心情大好，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虽然此行耗费了几日时间，但不得不说，此行颇丰，收获很大。这是怎么回事？然而就在楚风抵达自己的领地之际，却是目光一闪，随后赶忙飞掠而下。因为眼下楚风领地的大门竟然被人砸烂了，就连大门上方那本挂着的修罗部牌匾也被砸成了粉碎。最主要的是，无论是那烂了的大门，还是粉碎的牌匾，就这样真切地摆放在那里，并没有被收拾残局。这绝对是一种羞辱，不仅是对楚风，更是对修罗部的侮辱。被砸场了，这是楚风心中的第一个想法。青木山内分部众多，为了提升名誉，最好的办法就是击败其他分部，以此提升自己的地位。而这种行为叫做踢场。起初对于踢场这种事，青木山内是不允许的。不过后来却发现，这种事情若是控制得当，反而能够锻炼弟子的争斗之心，所以后来也就默认了。只要不闹出人命，不把事情闹得太过分，就算你把人打得躺在床上不能动，把对方分部的大门和牌匾砸了，这都不会有人管。甚至相传曾经有2个分部斗得厉害，到的最后一位分部当家修为突破，便独自一人闯入了对方的分部，不仅将那分部的高层全部打伤，更是直接将那分部的所有建筑给砸了个稀烂。虽然事后那位当家也被刑罚部的人叫了过去，可就在当天他就被放了出来。至于为何，这也很简单，那是一个天才。也许天才犯了错，青木山会对他稍事惩戒，但绝对不会真的扼杀天才。毕竟青木山需要的是天才，而不是废物。所以久而久之，分部之间的踢场成为了解决死人恩怨的最好方法。这也是为何青木南陵那些被排挤的弟子宁愿独自一人，也不愿意加入安稳部的原因。那是因为他们知道安稳部不够强，加入了安稳部，随时可能面临被踢场的风险，就算被教训也是合情合理。但不加入安稳部，反而会安全一些。再觉得是自家的分部应该是被踢场了，而除了大门和牌匾之外，其他地方都安然无恙，并未受到损坏后，楚风反而淡定了下来。他不理会周围的目光，而是直接走入自己的领地之内。楚风大人，您总算回来了，出事了。果不其然，当领地内的奴婢们见到楚风后，便赶忙跑了过来，脸上有着些许胆怯，但更多的却是自责。显然是因为没能守护好自家的领地而感到过意不去。是谁被踢场了吗？楚风问道。是的。奴婢回道。是谁做的？楚风问道。是龙虎部。奴婢回道。龙虎部。听的这个名字，楚风陷入了沉思。他倒是知道这个分部，当初他们去安稳部的时候，本是想教训安稳部的败类师兄，不曾想有几个不长眼的羞辱南陵，被楚风当众殴打，最后落荒而逃。而楚风记得那几个人就是龙虎部的成员。按理来说，这龙虎部的人被楚风打了，他们来报复楚风理所以当，而他们踢场修罗部，这更是名正言顺。不过楚风总觉得有些蹊跷，于是问道：什么时候的事？您刚走他们就来了。奴婢回道。刚走就来了？是我离开那天早晨发生的事情。楚风问道。是的。奴婢们回道。果不其然，这应该是早就盯上我了呀。楚风剑眉倒数，眼中寒芒闪动，心中已经基本确定了一件事，那龙虎部应该是有备而来，否则不可能来得那么快。这显然是早就知道了楚风的情况，并且早就准备对付楚风。就算那日楚风没有教训龙虎部的人，多半也是无法逃过此劫。楚风大人，对不起，他们威胁说不能换被打烂的门和被打碎的牌匾，所以我们奴婢们再度自责起来。这件事不怪你们。楚风安慰道。那龙虎部的成员皆是核心弟子，自己领地内的这些奴婢面对那些人，自然什么都做不了，也不敢做，因为说到底这是弟子之间的事。对了，楚风大人、王维大人和方拓海大人他们说，如果您回来，让我们通知他们。您看现在要通知他们吗？突然奴婢问道。王维师姐和方师兄他们也知道这件事了。楚风问道。修罗部的所有人都知道了，他们都没有去做任务，都在等您回来定夺此事。奴婢回道。也好，把他们都叫来吧。楚风点了点头，不过说话之间他也是默默取出了一道通信符，那是联系白若晨的通信符。通信符的波动在一定范围内都是可以接受到的，尽管青木山的领土很大，但是却也在通信符接受的范围。
所以很快的，王威、方拓海，包括白若晨等人都来到了楚风的领土之内。王威和方拓海他们这些南陵的弟子，那就不用说了，早就知道修罗部被踢场的事情，所以收到信号便立马的赶了过来。至于白若晨，起初不解，甚至有着丝丝怨气，心想怎么刚刚到达领地，还没来得及休息，这楚风就传唤于我。想起之前楚风的所作所为，白若晨真的觉得是楚风故意戏耍于他，当时就怒了。不过想到也有可能是楚风真的有事，所以最终还是强忍怒火，来到了楚风的领地。而当他来到楚风的领地，看到那被砸碎的大门和牌匾后，顿时就什么都明白了，心中的怒火不减反增，甚至在那双美丽的眼眸之中涌现出了丝丝杀气。只不过这不是对楚风的，而是对那些砸了修罗部大门和牌匾之人的。别看白若晨平时性格冰冷，拒人于千里之外，看似不通人情，甚至当日加入修罗部也可谓是勉勉强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真正的外冷内热之人，平时倒也还好，不问世事，什么都不管。当有人真的做了有辱修罗部尊严的事情时，这个丫头却表现得比任何人都要愤怒，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此刻几乎修罗部所有成员都抵达了楚风的领地，还是那座大殿，不过却多出了4个人。方师兄，这4位是？看着那4个陌生的面孔，却带着修罗部袖标的3男1女，楚风对方拓海问道：楚风师弟，他们都是我青木南陵的弟子，你离开的这几日，我几乎通知了所有我认识的南陵弟子，不过最终愿意加入我修罗部的只有他们4个。方拓海如实说道：那些人真是太不知好歹了，在青木山受尽欺辱，连像样的分部都不愿手收纳他们，我修罗部招揽他们，他们竟然不愿意加入，真是气死个人。提及那些拒绝加入修罗部的南陵弟子，在场的南陵弟子们皆是有些怨气，他们正是因为受尽了欺辱，所以才变得这样胆小谨慎。无妨，我说过，只要是我南陵弟子，不管什么时候，我修罗部的大门都会向他们敞开，只要他们愿意，他们随时都能进入我修罗部。相比于他人那气愤的反应，楚风倒显得很是平和。对了，楚风师弟，若晨师妹，有一件事还要对你们2个说一下。在你们离开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虽然南陵的弟子很多都拒绝了我们的邀请，但是羽化宗的一些弟子却主动找上门来，想要加入我们修罗部，追随楚风师弟和若晨师妹。你们突然，王威说道：羽化宗的弟子？楚风与白若晨皆是有些意外，是与我们同批的羽化宗弟子，在来青木山的路上，我们都曾见过，他们很强，修为都在武王境，而想要加入我修罗部的，总共有25人。王威说道：原来是他们。听得王威说起修为，楚风便知道这25人想必就是当日在羽化宗内被楚风教训的那些天才弟子。当日楚风教训了不少天才弟子，虽然不是楚风的对手，但在羽化宗绝对是除了白若晨之外顶尖的存在。只是楚风想不通，他们那样心高气傲，怎么不加入羽化部，或者去更好的分部，竟然选择加入他们。因为与他们不熟，所以我们没有擅自做主，没有允许他们加入修罗部，而他们却很执着，对我们说，在听闻若晨师妹和楚风师弟创建了修罗部后，便已决定定然要加入咱们修罗部，所以他们如今也都还在青木山内，并且留下了通信符，交代我们待你们2个回来后，务必让我们联系他们，你们若不同意，也要你们当面拒绝他们，他们才善罢甘休。王威继续说道：楚风师弟，我看他们挺有实力的，并且都是天赋极好的人，这样的人莫说我们，很多分部都愿意收纳，哪怕前10的分部他们都可以进去，所以与其让他们加入别人的分部，不如我们收了他们吧。就在这时，方拓海等人劝道，可以看出他们都很看好哪些羽化宗弟子的实力，巴不得他们加入修罗部，这样就可以壮大修罗部的实力。若晨妹妹，这事你怎么看？楚风并没有急着答复，而是看向了白若晨，毕竟哪些羽化宗的弟子与白若晨更加亲近，收了吧。虽然我与他们不熟，不过也多少知道他们的性子，他们本性不坏，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就是真心想加入咱们。白若晨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如此，王威师姐，你将他们叫来吧，刚好接下来的事，我想让修罗部所有成员到齐后再讲。楚风说道。而王威自然也不怠慢，通过通信符便开始联络羽化宗的25位弟子。那些弟子似是一直在等待这个消息一般，在收到通信符的召唤之后，竟很快便来到了楚风的领地。而见面之后，楚风也发现果然是一些熟面孔，这25人的确是当日被楚风教训的那些人，并且在这一刻，楚风似乎知道了这些人为何要加入他们，因为楚风从他们的眼中看出了一种目光，那是敬畏，对楚风发自内心的敬畏。想必是当日被楚风教训之后，又亲眼见到击败白若晨后对楚风所产生的，而想必也就是那个时候，让他们觉得楚风未来会很强大，所以今日才会选择加入楚风所创建的分部。而在楚风看来，这些人是很聪明的，至少他们的决定很正确。当日楚风教训的人可绝对不止这25位，但唯有这些人选择追随楚风。楚风暗下决心，日后在修罗部壮大后，一定要给予他们好处，至少如今这大殿内的人都要得到奖赏才是。毕竟现在的修罗部还是被人看不起的垃圾分部，而这个时候愿意追随他的人，才是真心想要追随他的人。尽管如今楚风的追随者并不是很多，可是看着大殿内的这些人，楚风还是非常欣慰的。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可是他修罗部被踢场之后，说句夸张点的话，现在就是他修罗部危难关头的时候，最考验成员忠心的时候。可就在这种时候，修罗部的成员不但一个没有缺席，全场到齐，反而增添了不少人，这就足以令楚风为之欣慰，引以为豪。我修罗部算上我这位当家的，如今也总共才这么几十人，看上去的确有些惨啊，也难怪被别人看不起。不过诸位，
我向你们保证，总有一日，我修罗部会壮大起来。那个时候，我修罗部的成员会遍布整个青木山，并且没有一个是平庸之辈。那个时候，也没有敢再看不起我修罗部的人。而待那一天到来之际，你们都是我修罗部的元老，见证过我修罗部从诞生到崛起的人。不论日后你们修为如何，我都会给你们属于元老的地位和待遇。现在，我修罗部刚刚成立不到4天，却被人给砸了大门，踩了牌匾。我们应该怎么做？相信不用我说，诸位也应该清楚吧？楚风看着众人说道：“谁做的，就去报复谁。我修罗部不能吃了这个亏。对，灭了他，让他知道我修罗部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去龙虎部踢场，把场子找回来。”众人高声呼应，响亮的声音震动了整个大殿。虽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但说到底都是要找那前来踢场的龙虎部报仇。他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不过相比于他人的热血澎湃、满腔怒火、激情盎然，方拓海等败类弟子却显得很是沉默。并非他们不愤怒，并非他们不热血，只是在他们的脸上有着一些复杂的情绪，那竟是不易察觉的忌惮。很好，不过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龙虎部，有谁清楚？楚风的话虽是对众人说的，但目光却看向了方拓海，因为他很清楚。虽然方拓海他们的实力不强，但毕竟在青木山待得最久，对于青木山内的情况，他们应该最熟悉才对。关于这个龙虎部，我倒是知道一些。龙虎部的成员大概有500人左右，而龙虎部的最强当家叫做威震海，乃是一位4品武王。这样的分布在青木山内倒是中规中矩，虽然说不上多弱，但是绝对算不上多强。而这龙虎部之所以能够这么安稳，我倒是听说龙虎部的大当家威震海当年走了狗屎运，和申星部的一位当家有了一些关系，所以每当龙虎部被踢场、被欺压的时候，申星部总会派人去帮着找回场子。虽然他们并没有公开联盟关系，但是久而久之，很多人就都知道了龙虎部与申星部的关系不浅。虽然事到如今，龙虎部依然还是那个龙虎部，并没有壮大的发展，但是碍于申星部的威慑力，却也少有人敢招惹这个龙虎部了。而龙虎部也是名正言顺的成了申星部的狗腿子，会经常帮申星部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就在这时，方拓海说道：“什么？竟然是申星部？”而听得方拓海的话后，先前还热血澎湃的众人脸色都有些变化。他们可没有想到，这个并不出名的龙虎部竟然还有着这样一层关系。申星部是什么样的分布？只要想想申星关也能想到，那绝对不是2流或者是3流的分布，而是1流的强大分布。申星部每年那么多优秀的弟子进入青木山，就算申星部发展的不如羽化部和三灵部，但也绝对不会弱上太多才是。虽说修罗部有楚风和白若晨2位天才坐镇，可是毕竟如今还太弱，就算楚风与白若晨2人的修为也并不是很强而已。这样的修罗部与龙虎部这样的分部对抗还可以，若是面临申星部这样的庞然大物，那显然是吃不消的。原来这龙虎部是申星部的狗腿子，这样来看的话也就说得通了。不过相比于他人的担心，楚风却是淡淡的笑了。楚风师弟，你为何这样说？听得此话，方拓海等人吃惊的问道：“我与申星观的一位弟子有过一些过节，相信申星观因为他也早就对我不爽了吧？当来到这青木山后，动用青木山的势力打压我，倒也像是他们的风格。”楚风也并未隐瞒，对众说道：“不知是哪位弟子，竟能让申星观这么怀恨在心？”方拓海等不明情况的人一同问道：“元清，你们可曾听过？”楚风笑眯眯的问道：“元清，竟然是他！”听的这个名字，除了白若晨之外，在场之人皆是面容大变，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甚至眼中涌现出了些许惊慌之色。元清这个名字，整个青木山还会有人没有听过吗？那可是激活了远古仙真，而后又夺得帅气的妖孽级天才。方师兄，关于申星部的情况，你可知晓？突然，楚风问道。知道一些，申星部可以算得上是青木山的顶尖分部之一，成员人数众多，足有数万人，而其中天赋异禀的天才级人物也是数不胜数。申星关总共有4位当家，最强的乃是大当家。据我所知，参星关的大当家叫做雷耀，乃是1品6品武王。方拓海说道。申星部的在众多分部中的排名如何？楚风问道。这个不好说，分部的排名除了前10位，其他的都没有名正言顺的排名。不过申星部真的很强，依我来看，就算申星部的排名不是第11，也肯定在第12了。方拓海说道。这样吗？那倒是与羽化部和三灵部没有差上太多。申星关的这些弟子倒也没有辜负了一等附属势力的名声。楚风感叹道。楚风，现在你有何打算？白若晨问道。申星部对我出手，我早就有所预料，不过我没有想到他们先派来的是这个狗腿子。他们这么做，想必一是想试探我们，二是觉得以他申星部的实力和地位来打压我们这刚刚创建的修罗部，也有失脸面。不过不管他们怎么想的，既然被人的了脸面，就肯定要加倍的打回去才行。我修罗部的尊严不容任何人践踏。楚风平静地说道，但是在那平静的眼眸之中，却隐藏着早已蠢蠢欲动的滔天怒火。当家的，你想怎么做就直说吧，不管怎样，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都义不容辞。而听得楚风的话后，众人更是齐声高呼。尽管他们得知楚风与元清的恩怨后，却心中泛起了不安，但是在面临对手的时候，他们却并没有丝毫的退缩。对，这些年我们受的窝囊气够多了，既然低调求安稳也是被人欺辱，那还不如轰轰烈烈的干他一场，起码就算死了也能被人看得起。而方拓还等败类师兄把事情想得更为严重，竟然拿出了视死如归的决心。诸位先不要激动，龙虎部对我修罗部做出了这种事，我们自然就不能放过他们，不过却也要从长计议。所以这段时间，我想麻烦各位帮我收集一下关于龙虎部的资料，
楚风说道：“龙虎部的资料。”楚风师弟，你想要什么资料？方拓海不解地问道。我想要龙虎部每个成员的资料，这资料不用太详细，只要知道一点就可以了。我想知道这些成员的领地都在什么地方。楚风笑眯眯的道：“要龙虎部成员的领地资料。”听得楚风的话后，众人有些不解，但却并未迟疑，而是一同说道：“我们这就去办。”话罢，众人便纷纷离去，显然是要去收集龙虎部成员的资料去了。唯有王威、白若晨、方拓海等人没有离开。收集资料这种事就交给他们吧，待你一切准备完毕好，叫我就可以了。白若晨留下这句话后就走了，连头都不回。那阵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看着白若晨的背影，楚风的嘴角再度掀起了一抹笑意。虽然此刻白若晨表现的仍旧是一副事不关己既不操心的模样，但楚风可是记得白若晨刚刚来到此处，得知修罗部被踢场时的反应。这个丫头，楚风没有交错。楚风师弟，那龙虎部之前叫嚣说不让我们修复你领地的大门和修罗部的牌匾，否则修复一次他们就轰碎一次，并且下一次绝对不只是指轰碎大门这么简单。那个时候你不在，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也不敢擅作主张。不过现在既然你回来了，你看我们要不要把大门和牌匾修复一下？虽说我修罗部刚刚创建，还没有什么名声，但毕竟也是一个分部，这短短几日时间，也有不少人在你的领地外议论和取笑了。方拓海颇有不甘地说道，可以看出他很在乎修罗部的名声，这个倒急于一时。既然有人爱看笑话，就先让他们看着吧，不过早晚我会让他们笑不出来。楚风说道。见状，方拓海等人也不再多问，他们都知道楚风不仅是一个有实力的人，还是一个有主意的人。他们这些成员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服从，这就够了。在所有人离开之后，楚风也是来到了领地之内，一座专门修炼的地下宫殿之中。至于楚风要做什么，自然是要炼化在苍冥药园所得的修炼资源。先不说这些修炼资源应该能够让楚风的修为有所进步，最主要的是如今的楚风急需突破修为，至少让自己的修为变得更强，哪怕是一点点也可以。之所以这样做，楚风并不是惧怕那龙虎部，龙虎部大当家才4品5王的修为而已，这样的人不用楚风出手，白若晨一个人就足以轻易摆平。但是楚风很清楚，龙虎部不过是个渣渣，他真正的对手如今只有一个，那便是申星部。所以楚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个龙虎部放在眼中，他真正要面对的，或者说真正想要报复的，乃是申星部。楚风的修炼很简单，只是炼化掉修炼资源即可，再加上体内神雷那恐怖的吞噬力，炼化神雷比吃饭还简单。吃饭起码还能占据肚子，吃多了也会撑，可是修炼资源所转化成的天地能量却全部会被神雷吞噬，盘踞在楚风丹田内的神雷就像是一个无底洞，楚风怎么填都填不满。而正常来说，到了楚风现在这个境界，想要突破一层修为其实是很难的，很多人很多年都难以突破修为，甚至直到老去也无法突破，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继续足够的天地能量，那是因为他们无法跨越突破的障碍，无法领悟全新的境界。可是楚风却与常人不同，并非是他感受不到突破的障碍，只是他的领悟力太强了，并且这种领悟力竟随着年龄的增长，神雷的融合变得越来越强。只要有足够的修炼资源，突破修为那就是比吃饭还要简单的事。楚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在短时间内突破，而此次所获得的王级武药也如楚风所预料的一样，为楚风提供了巨大的天地能量。当那磅礴的天地能量在体内只存在了一瞬间，便被丹田内的神雷尽数吞噬之后，楚风也抓住这一契机去领悟那全新的境界。突然之间，一层无形的波动自楚风的体内席卷而出，强大的冲力使得这座大殿都是晃了一晃。而就在这时，楚风那紧闭的双眼也是猛然睁开，此时此刻他的眼中雷霆闪动，散发着极重的杀意，那根本不像是一个人的眼睛，既可怕又恐怖。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眼睛足以威慑八方，令人不寒而栗。龙虎部、申星部、元清，是算总账的时候了。楚风缓缓站起身来，虽然眼中的雷霆散去，但是他身上的杀意并没有减退。眼下楚风已成功突破，不再是1品5王，而是2品5王。楚风修为突破后便离开了这座地下宫殿。此刻天空已经渐渐暗起，楚风站在自己领地最高的建筑之上，目光却盯着那被打烂的领地大门以及被轰碎的分部牌匾。楚风的面容很是平静，而这一夜也很平静，没有人再来打扰楚风，就像暴风雨来临的前夕，总会有那么一阵宁静一样。这种宁静是不安的，瘆人的，让人不知福祸，但发现之时却为时已晚的。次日清晨，天还蒙蒙亮，就已经有修罗部的成员来到了楚风的领地之中，并且陆陆续续的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了楚风的领地。他们每个人都不是空手而来，而是带来了龙虎部成员的情报。当太阳彻底升起，温和的阳光普照大地之际，楚风的领地内已经多出了几十道身影。除了白若晨之外，修罗部的全员已经全部到齐，而龙虎部所有成员的资料也基本都得到了，这是他们辛苦一夜的结果。这一夜虽然楚风睡了，可是修罗部的这些成员却没有，因为修罗部的成员知道，不管楚风准备怎么做，实际上靠的只有楚风与白若晨而已，他们能够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他们却想为此事出力。所以当楚风让他们收集龙虎部成员资料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高兴的，至少他们有事做了，至少他们有机会出一份力。辛苦各位了。大概看了一下龙虎部成员的情报，楚风便将他递给了方拓海，说道：方师兄，等下就麻烦你了。方拓海，其实到现在
也不知道楚风究竟想做什么，不过还是顺势接过了楚风手中的资料。楚风师弟，现在就只差若尘师妹没有来了。方拓海说道：“放心吧，他会来的，我们去领地外等他吧。”楚风说话之间便突然动身，而见状，修罗部的众位成员也是跟随楚风一同动身，来到了那狼藉一片的领地大门之前，等候白若尘。刚好此刻还有几人附近住的邻居正徘徊在领地之外，指着楚风那破碎的大门议论纷纷，脸上夹带着些许不屑以及嘲讽之意。然而当他们看到楚风等人浩浩荡荡地从领地之内飞掠而出，整齐地落在大门的碎屑之上后，顿时脸都吓白了。先不说如今修罗部的成员多出了羽化宗25位武王级的人物，单说眼下修罗部众成员的气息与神态就是与众不同。他们一个个面色凝重，虽然还谈不上杀气四溢，但绝对是散发着满腔怒火的，那是爆发性的感觉。而楚风的领地虽然谈不上多么不好，但也绝对算不上好的。能够住在楚风领地附近，成为楚风邻居的，自然也没什么高手。他们见到这个阵势，再想到自己还在对楚风的分部指手画脚，内心自然害怕，害怕楚风他们见到他们先前的不对，教训他们。所以此时此刻，那先前还满面冷嘲热讽、喷得吐沫横飞的几人，如同木头一般站在原地，连跑都不敢跑，真的被吓坏了。不过他们想多了，尽管早就看到了他们，但是楚风他们出来后，却选择无视他们。这不只是不想与这些人计较，只是在楚风来看，这些人连让他动手的资格都不配。抱歉，诸位，我来晚了。突然，一道好听的声音自天际缓缓传来，紧随其后一道倩影，也宛如仙子一般飘落而下。这位正是白若尘。若尘师妹，你儿当白若尘出现之后，在场之人皆是面容大变。莫说那些先前对修罗部指手画脚、冷嘲热讽的几人，就连修罗部的众位成员，包括楚风在内，也是吃了一惊。因为此时此刻，白若尘并没有掩藏自己的气息，反而故意散发了出来。那强大的气息，简直完全压制住了在场的所有人。五品武王，白若尘如今的修为已经踏入了五品武王。五品武王在青木山内虽然谈不上最顶尖的修为，但是这个修为却也绝对不弱，尤其是放在白若尘这个年轻而美丽的女子身上，那就更是让人想不震惊都难了。若尘妹妹，你竟然连续突破2重修为，我真是小看你这丫头了，不知可是用了那些东西。楚风淡淡的笑了，在白若尘出现的那一刻，楚风就明白了。他想起为何在苍冥药园那羽化宗老祖宗留下的大殿内，看到那么多的修炼资源后，白若尘会那么高兴。原来白若尘与楚风一样，修炼也需要大量的修炼资源，至少修炼资源对他修为有大用。而他如今这连续突破2重的修为，显然是炼化了那些修炼资源所得。不过相比之下，楚风如今这2品武王的修为可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毕竟他们2个炼化的修炼资源数量可是相同的，楚风只是从1品提升到了2品，可白若尘却从3品提升到了5品。这不得不说让楚风有那么一点点的郁闷，因为这样巨大的差距，换做谁都会郁闷。但是只要想想自己是来自天外的人，自己的传承血脉更为强大，所以这才导致自己需要的修炼资源比常人多。虽然这样想很像是自己安慰自己，但实际上这也的确是事实。虽说楚风现在需要的修炼资源是很恐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以楚风的领悟力，只要给他足够的修炼资源，他的修为足可以在短时间内突破到另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在他那个天外的所谓家族之中，会缺修炼资源吗？至少楚风如今所需要的修炼资源绝对不会缺少才对，甚至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不为过。不过很是可惜，楚风如今不在那天外的家族之中，并且他要报复的目标就是那个强大到难以估量的家族。这不得不说，任重而道远，能有这个修为还多亏了你。白若尘甜美一笑，间接的承认了楚风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也是开口说道：你如今这2品武王的修为也是靠着那些东西吧？什么？楚风师弟你也突破了修为？而听得此话，在场之人都看向了楚风，本就惊讶的脸上再度涌现出了一抹惊喜。楚风没有像白若尘一样故意展露自己的修为，所以在场之人都没有注意到楚风的修为已经突破了。但是白若尘既然说出了这样的话，他们便赶忙查探了一下楚风的修为，这才发现楚风的修为果然突破了。哈哈，太好了，我修罗部2当家如今是5品武王，大当家也是2品武王，而那龙虎部的最强当家也只是4品武王而已。那龙虎部还怎么与我修罗部抗衡？竟然敢来我修罗部踢场，他们这简直就是找死！这一刻，方拓海等人高兴的不得了，竟然不顾他人感受，直接大声的欢呼起来。而他所谓的2当家，自然就是白若尘，那大当家自然就是楚风。虽然他这话是好意，不过楚风却感觉有些怪怪的。2当家的修为比大当家的修为高，就算这是事实，但也不至于喊得这么大声吧？至于白若尘，虽然没有答应过自己要做修罗部的2当家，但此刻也没有否认方拓海的话。可以看出，这个丫头如今的心情真是大好。而之所以会如此，这自然便是连续突破2重境界的功劳。楚风，走吧，去给那龙虎部一些教训。白若尘说道。不急着去龙虎部，先把这些处理掉。楚风指着方拓海手中的资料说道：你到底准备怎么做？白若尘好奇地问道。而修罗部的众人也都看向了楚风，其实他们都很想知道楚风到底有何计划。这还不明白吗？教训龙虎部很简单，那不过是分分钟的事，但作为第一个来提我修罗部长子的分部，绝对不能这么简单的了事。我要杀鸡儆猴，要让那些知道我修罗部和那些不知道我修罗部的人
都记住此事，让他们心中有一个数。若是想动我修罗部，他们还要仔细掂量掂量自己的本事。所以我要做的，不只是去龙虎部找回场子，我要做的是让龙虎部自此之后彻底消失。楚风说道。彻底消失。听得此话，包括白若晨在内，在场的人脸色都有些变化，因为楚风这话说的太狠了。莫非他想大开杀戒？教训可以，毕竟踢场允许，但若要杀人，那可是万万不可的，这绝对是犯了大忌。青木山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你们莫怕，我说的彻底消失，是让他龙虎部自动瓦解，所以才要你们收集这些资料。我要把龙虎部所有成员的领地都拜访个遍，换句话说，我要把龙虎部所有成员的家都砸个遍，并且只要他们继续留在龙虎部，我就一日砸一次。不知道这么说，你们懂没？楚风笑眯眯的道。楚风师弟，你这样做的话，恐怕会尽人皆知，事情闹得太大了。申星部绝对不会坐视不理啊！众人终于明白了楚风的意思，可是却也仍被吓得不轻，尤其是方拓海更是忍不住劝阻，因为楚风这绝对是要把事闹大的节奏啊！踢场怎么踢的都有，但如同楚风这样把人家所有成员的领地踢一个遍，并且威胁不退出分部，便每日去砸的，这绝对没有过，因为这的确做得太绝了。怕什么？区申星部而已。先不说这事就是他们暗中指使，不管怎么做，他们都不会放过我们。而就算是那申星部的当家雷耀来了，又如何？我修罗部未必就怕他们。然而就在大部分人心中有些担心之际，白若晨却是开口了，并且极为赞成的说道：楚风，你的这个主意好，就按你说的做吧。诸位，我解决此事的方法你们都已经了解了，做完之后有何后果，想必你们也都能猜到。我要承认这件事有风险，而且风险还不小，所以若是现在有人想要退出，我楚风绝不阻拦。楚风看向众人说道：不，我们不退出。对，干吧，楚风师弟，你做什么我们都追随于你，就是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丢了小命而已，但是只要轰轰烈烈的做过，就算死那又有何可惧？楚风此话一出，众人各自回应，他们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因此而热血涌动，战意盎然。好，我们走。见状，楚风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身形一动，便率先纵身而起，而紧随其后数道身影一同掠向高空，以楚风为首，向远处飞掠而去。这一刻，这方领地内外，除了服侍楚风的奴婢们外，还有先前嘲讽楚风的几人，只不过此时此刻，他们的脸色面如死灰，眼中充满后怕之色。他们真是后悔先前那样看不起修罗部。你们是什么人？胆敢砸坏我领地大门？你可知道我是谁？青木山核心地带一处领地之内，一名面容刁钻的女子看着自己拿被砸碎的领地大门，以及站立在半空之上的数道身影，怒声斥责道：她是龙虎部的高级成员，横行无忌惯了的她，自然容不得有人在她的地盘撒野。更何况大门形同于脸面，领地大门被砸，就形同她的脸面被砸，她自然不能容忍。所以自领地出来后，看到自己拿被砸的大门，也不管来犯之人的修为，二话不说便斥责起天空之上的楚风等人。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突然一掌轰出，那一掌落下，顿时滔天的巨响传来。与此同时，这方大地也是剧烈抖动，道道裂痕自途中蔓延，宛如剧烈的地震一般，连大地都被撕裂了。回头观望，那龙虎部的女子更是面容大变，因为此时此刻，她的身后滚滚浓烟冲天而起，领地之内所有建筑已是化为飞灰，连个渣都不剩，只有她的奴婢随从们自那浓烟飞掠而出，满身是土，狼狈至极。